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看着下方的沿江海域，萧炎目光一闪，这次他倒要看看这下面究竟有着什么。萧炎如今的速度比起当年不知道快了多少倍，短短不到10分钟的时间，他便逐渐深入沿江。萧炎减缓速度，他能感应到有不少隐晦的气息正飞快朝着他靠拢。想到那些沿江生物，萧炎脚掌轻轻一跺，一道浩瀚的灵魂波动涌出，顷刻间周围的岩浆爆炸开，一道道隐藏在岩浆中的身影爆发出凄厉的尖叫声，密密麻麻的赤红身影从四面八方将萧炎团团围住。萧炎的目光顿在不远处2名通体呈现乳白色的蜥蜴人身上，他们俩看上去比其他蜥蜴人苍老许多，实力也达到了半圣的层次。萧炎眼中划过一抹恍然，难怪当年天火尊者会陨落在这里，同时他也有点庆幸当年的自己没有遇到这些家伙，不然当时的他恐怕会被他们一巴掌捏死。萧炎暗自庆幸时，2道白色蜥蜴人中的一人口吐人言：人类，这里是神之墓地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，速速退去，否则惊醒守护者，你便要永葬此处。听到神之墓地和守护者2个词，萧炎目光一闪，他双臂抱胸，笑着问：既然有守护者，那这里守护的究竟是何物？人类，速速离去，否则死。随着白色蜥蜴人的话传出，周围的蜥蜴人眼中流露出凶残，他们身上的鳞片也变得暗沉。萧炎轻笑一声，今日这岩浆之底他去定了。一道浩瀚的灵魂波动扩散，众多火焰蜥蜴人身体一震，一股仿若天威般的灵魂威压从他们灵魂深处涌出，这股威压让他们的灵魂瑟瑟发抖，一时间他们的阵型大乱。2名白色蜥蜴人脸色一变，他们面前的岩浆陡然炸裂，一股无法形容的浩瀚波动在他们2人身上炸开，白色蜥蜴人直接被炸飞，口吐数道鲜血。萧炎惊雷般的滚字响起，围绕在他身旁无数的蜥蜴人尽数被震飞。萧炎只是震退这些蜥蜴人，并未伤他们的性命。对于这里他一点也不熟悉，若是发生大规模的杀戮，也不知道会不会引来什么变故。白蜥蜴人嘶哑地说着：擅闯神之墓地，你必会遭神谴。萧炎并不把他的威胁放在心中，反倒更加肯定他们所说的神之墓地就是驼舍古地洞府。萧炎身形一动，化为一道火芒，直奔岩浆之底。岩浆海域的深度远远超乎萧炎的意料，慢慢的，周围赤红色的岩浆逐渐变成赤黑色。这些岩浆之中，仿佛隐藏着一种竟连妖火也无法轻易净化的热量。萧炎下降的速度也因为赤黑色的岩浆被迫变慢。突然，他飞速下潜的身形一顿，萧炎的目光直直地看着面前的无尽岩浆。在他的灵魂感知中，这里似乎已经是岩浆的尽头。他突然缓缓伸出手掌，轻轻触在他面前的岩浆之中。那一片岩浆在萧炎的触摸下一阵波荡，而他的手掌则直接消失。萧炎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岩浆之底竟然还隐藏着一个空间。构建空间的本事，现在的他已经具备，但想要在岩浆之底构建的话，即便是古元和魂天地也颇为困难。萧炎压下心中的震动，轻轻一笑。现在他已经有8分确认，驼舍古地的洞府就在此处。他一咬牙，脚步猛地朝前一踏，直接跨进岩浆之底的空间中。出现在萧炎眼中的是一片有些黑暗和寂静，弥漫着古老沧桑味道的无尽空间。萧炎身形谨慎地在这片空荡荡的空间前行着。数分钟后，他遥远的前方隐隐间有着一团光芒浮现，光团中是一道数万丈庞大的石门，一股古老莽荒的气息从石门上弥漫。石门前有一片同样庞大的广场，萧炎目光呆滞地看着这奇异的景观，一时间无法言语。萧炎在察觉到自己心中不自觉地涌动一种敬畏后，心头立刻涌上一些警惕。仅仅只是一道石门，便让他有种难以把持的冲动。这地方果真是诡异莫测。萧炎的目光扫了扫，最后停留在石门顶部刻着的古地洞府上。望着这4个古老的字体，萧炎嘴角的笑意骤然扩大。但很快，萧炎心头突然传来一阵寒意，仿佛有着什么东西在注视着他一般。萧炎眼睛一眯，缓缓低头，
与此同时，一道火柱从他指尖喷射而出，火光在黑暗的空间中绽放时，萧炎的目光骤然一滞，他头皮一炸，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起来。下方的黑暗空间中盘踞着一条通体呈现紫金色、庞大到无法形容的神秘生物。萧炎的视线顺着他的身体移动，然而当他的视线被远处黑暗的空间阻拦时，都未能看到神秘生物的尽头。如此大的体积，是萧炎这么多年中第一次看见。他的喉咙不自觉地滚动了一下，额头上出现丝丝冷汗。他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下方的巨大生物，却始终猜不出这究竟是何种生物。虽说下方的生物寂静无声，但它的气息丝毫不亚于魂天地和古元。此时的萧炎哪怕知道下方隐藏着古地洞府，也已经心生退意。等日后召集人马，再让古元相随，才是探测古地洞府最稳妥的方法。想到这里，萧炎的身形徐徐后退，但他刚退出数十步，就感觉到下方生物的身体细微地抖动了一下。萧炎眼瞳紧缩，后退的速度陡然暴涨。黑暗的虚空中，一对紧闭了许久的淡红色眼睛突然睁开，这双眼睛瞬间锁定萧炎，一股极端恐怖的威压笼罩住萧炎，让他暴退的速度骤然变缓。萧炎脸色一变，全力施展出地境灵魂，才让那种如陷泥沼般的感觉淡化了一些。闯目者可持古玉。黑暗中，那双巨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。萧炎冲着那对眼睛拱拱手，说自己只是误入，若有打扰之处，还请见谅。他立刻退去。萧炎的话让那双巨眼有些失望，随后那双巨大的眼中立刻泛起冰冷的杀意。一感觉到他的情绪，萧炎立刻急速暴退。没有的话，就留下来吧。璀璨的紫金光柱破空而出，狠狠地对着萧炎爆射而去。萧炎接连施展出3记黄泉天怒，才成功地将那道紫金光柱击溃。在被那股余力震得退后了1000丈距离后，萧炎心头一阵骇然。神秘生物仅仅只是随意一击，就需要他拼尽全力来阻拦。想到这里，萧炎趁着那股推力火速飞向来时的空间。就在这时，紫金光泽闪烁，一方奇异的光印凝聚，朝着萧炎怒砸而来。萧炎凝聚出2朵6色火莲，头也不回地甩向光印，但这2朵毁灭火莲丝毫没有撼动光印。一道光束从光印中射出，轰向萧炎。萧炎双手舞动，净莲妖火在他面前凝聚出粉红色的金层，光束以摧枯拉朽般的速度将火焰金层摧毁，而后重重地轰击在萧炎身体上。萧炎脸色一红，喷出一口鲜血，他的身形再度顺势暴退。萧炎的鲜血沾染在不远处的光印上，爆发出阵阵刺刺声响。逃命的萧炎心中暗暗叫苦，好在此时他距离远处蠕动的空间已经不远了。这时，神秘生物的光印直接破空而出，狠狠砸向萧炎。但就在光印即将轰下时，原本粘附在上面的鲜血突然蒸发了不少，最后残留下一丝丝金色血液顺着光印流动。金色血液浮现时，神秘生物庞大的身体突然一抖，光印在距离萧炎头顶还有数丈距离时突然停滞。正准备拼命的萧炎一怔，随后身形化为一道流光，几个闪烁间，他便出现在空间尽头，而后消失不见。飘动的光印缓缓来到巨眼上方，金色血液落到巨眼中，巨眼眼中的茫然迅速消散，然后涌现阵阵狂喜。血液有着孩子的味道。盘踞了1000年之久的庞大身躯骤然涌动，狠狠地撞击在空间上。面对他拼命般的冲撞，淡淡的荧光浮现，让这片空间坚固得如同牢笼一般。驼舍古地，你这个混账！酒壮无果的神秘生物陡然转头，恶狠狠地瞪向那扇石门。他不甘的怒吼声在这片空间中回荡不休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